现在我们把前面给大家讲的几种二端口参数总结一下。首先，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种不同的二端口参数呢？我们前面讲过了，有这样两个原因。第一，就是为了更加方便的描述或者说测量某个电路。比如对于某一些晶体管，它的混合参数可能可以很快的写出来。而如果用 G 参数或者 R 参数或者 T 参数来描述它的话，那我们得出这个参数的过程也许会非常的繁琐。更重要的一点，对于某些电路，并不是所有的参数都存在的，我们可能只能用其中的一种或者两种来对它加以描述。比如对于这样一个电路，我们可以写一下它的 G 参数方程。我们采用直接写出它端口电压电流关系的方法来做。对于现在这样一个电路来讲，它端口的电压电流关系呢，我们要写出 G 参数的话，就是用 U1、U2 来表示 I1、I2。那显然 I1 应该等于，现在这个2欧上面的电压就应该是 U1 减 U2， 那么 I1 就应该等于2/2 U1 减 U2， 而 I2 呢就应该等于负的 I1 等于2/2 U2 减 U1， 所以它的 G 参数就应该等于 0.5 负的 0.5， 这是负的 0.5， 这是 0.5。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对称的二端口网络，它的 G 参数大家看到是一个奇异矩阵，也就是说它行列式的值是等于0的，因此的话它的 R 参数是不存在的。那我们没办法用 R 参数来描述这样一个二端口网络。而对于这样一个二端口网络呢，我们可以写一下它的 R 参数。那现在这个2欧上面的电压呢，就应该等于 U1 也等于 U2， 那么等于多少呢？是等于 I1 加 I2 乘以电阻2，那 U2 也是等于2倍的 I1 加上 I2， 所以说它的 R 参数应该就是同样，这是一个对称的二端口网络，显然它的 G 参数是不存在的。所以通过这样两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就能体会到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多不同的参数来描述二端口网络。第二点，我们来总结一下求线性二端口网络参数的方法。在前面的讲解过程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基于定义的实验测定的方法，也就是我们可以分别令两个端口开路或者短路，这样来求出相应的参数。而对于一些简单的二端口网络来讲，我们完全可以直接写出它端口的电压电流关系，然后对方程加以整理，提取出相应的系数，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二端口参数。第三，对于一个线性无独立源的二端口网络来讲，如果它是互异二端口或者对称二端口，那么相应的各种参数所应该满足的条件，我们来总结一下。对于 G 参数，如果是互异二端口的话，应该满足 G12 等于 G21。而如果是对称二端口的话，除了要满足 G12 等于 G21 以外呢，还要满足 G11 等于 G22。 R 参数和 G 参数的条件非常的类似。对于互异二端口网络，我们有 R12 等于 R21。而对于对称二端口网络，除了有 R12 等于 R21， 还应该有 R11 等于 R22。 T 参数对于互异二端口网络有它的行列式的值等于1。对于对称二端口网络，在这个基础上还要满足另外一个条件，就是 T11 等于
对于混合参数，如果是互异二端口的话，应该有 H12等于负的 H21，注意这儿有个负号。而对称二端口网络呢，除了有 H12等于负的 H21，还应该有它行列式的值等于1。那么对于这些互异二端口网络的参数所应该满足的条件，希望大家记清楚。我们既可以根据这个二端口网络是一个互异的或者对称的二端口网络得出它的参数特征，也可以根据它的参数的特征来判断它是不是互异二端口网络或者对称二端口网络。最后，对于一个含有受控元的电路来讲，一般来说它不是一个互异的二端口网络，那么它的参数当中的4个元素都应该是独立的。而如果是互异二端口网络呢，比如说是一个纯组性的二端口网络，那么根据这一行的条件，大家可以看出来，实际上任意一种参数当中的4个元素只有3个是独立的。而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又是一个对称二端口网络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参数当中实际上只有2个元素是独立的。这一点同学们在求解问题的时候可以利用来简化我们的求解过程。